当你的股票连续上涨后，出现仿包阴线，也就是放量阴包阳，你会选择继续持股还是卖出呢？10个股民9个都说要卖掉，这不就是经典的逃顶信号吗？还不错，卖出就下跌，成功躲过一次亏损。再看这里，股价涨着涨着又出现了放量的阴包阳，一根阴线几乎跌去前期1周的上涨，比起之前的下跌还要凶悍，还是赶快溜吧。当你会发现这一次卖出一卖就是地板价，卖出就起飞了，这到底是哪出了问题呢？如果你也曾经被所谓的下跌信号所欺骗，卖在了行情启动点，那么建议你先看完本期视频，一定会有所收获。阿哲在今天的视频中会教会你看懂市场的下跌，大资金究竟是在洗盘还是在出货。如果是出货，必须立刻离场；如果是洗盘，那么你就要及时买入，往往后续还有加速上涨。课程开始前，记得点赞并订阅阿哲频道哦。其实不是 K 线图不管用了，而是主力骗线太过狡猾。仿包阴线是一种特别好用的逃顶信号，它由一根阳线和一根阴线构成。阴线的收盘价小于阳线的最低价，如果阴线是放量下跌，效果会更好。在大幅上涨后或者加速上涨后出现这种量价配合，就代表当前的行情极其容易见顶下跌，每一个股民看到了都不能掉以轻心。但只是小心还不够，想要在交易上领先一步，就必须明白这种下跌信号的出现，除了是顶部的预警，同时有可能是主力的骗线行为，为了后续的拉升而提前清洗市场筹码，这个效果特别好。你看这一天的阴线下跌是放量下跌，同时还吞没了前期4天的价格，正常来说应该看空的，但结果市场却是行情的加速启动点，这就是一次很典型的主力骗线行为。这种现象也被称作该跌不跌。那么作为散户，有没有办法识别究竟是出货还是洗盘？答案是肯定的，你需要在细节上把握两者的不同，其中有4点特征要特别注意。第一，骗线诱空行为一般出现在价格缓慢上涨中。第二，出现放量阴线破位，跌破了前期阳线最低价格。第三，识别是洗盘还是出货的关键，就是第2天 K 线的收盘价需要收盘在阴线1/2以上，这叫做主力的折回 K 线，暴露大资金的真正意图。严格标准是1天内必须收盘收回，宽松一些，时间可以放宽到3天内。最后一点，前期必定不能有太大涨幅，否则大概率是出货行情。这4点分辨清楚，就能一定程度上识破主力的骗线意图了。看到这个图表，前期行情第一位出现2次下跌的预警信号，但后续发现 A 和 B 都是主力诱空，真相反而是折回 K 线的买入机会。那么在上涨一段时间后，出现了 C 和 D 这2次的阴线破位，也同时出现了折回 K 线的买点。请问 C 和 D 这2个买点可以作为主力骗线的买入机会吗？评论区可以告诉我你的答案。回到最初这张图表，再次遇到这种选择，你就会明白如何应对。其实遇到这种看跌的 K 线组合，如果你手中有筹码，阿哲的建议是依旧要立刻离场，观望后续的走势。如果3天内出现折回 K 线，我们就重新入场做多，不被主力骗线，反之则能够成功规避一次亏损。最后我们做一个总结，主力骗线的过程我们称其为折回形态，进场点是折回 K 线。通过这种图形，我们只在寻找短线反转加速行情，一般在形态构成后会有明显的前后趋势加速的表现。要特别注意的一点是，不得在大幅上涨后使用，往往那不是洗盘骗线，而是真正的出货诱多行为。最后也是最关键的一点，短线交易入场时，你必须要设置好止损位。
当价格后续跌破放量阴线最低的价格，不管你的分析如何的头头是道，都必须要止损离场。一切分析以实际行情为准，不要随意的主观想象，做错就认错。这就是阿哲今天分享的主力骗线手法折回形态，希望对你有所帮助。如果还有疑问，也可以在评论区进行交流，阿哲看到会第一时间进行回复。如果你是新朋友，也可以点赞并订阅阿哲频道，更多技术分析干货。我们下期再见。